嗨，我是友，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这一期的内容，我们来讨论一下短线交易和长期投资哪个好。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找到适合你的投资方式。视频的最后，我也将告诉你，我使用的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交易。你是不是正在烦恼自己到底应该做短期交易好，还是做长期投资的好？你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同样的，你也不清楚短期交易和长期投资的区别在哪，哪个能赚更多的钱，或者是说哪个赚钱更快。那么这个视频将为你解答所有这些问题。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讨论到长期投资和短期交易分别获利的方式是什么，它们在操作上的区别又是什么？哪个风险更大，哪个更赚钱？它们各自的优点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它们分别适合哪些的人群？使用什么样的投资工具更适合他们？投资他们分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又是什么？视频的最后，我也将告诉你我是如何投资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短线交易与长期投资的获利方式有什么不同。不管是短期交易还是长期投资，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赚钱。股市中赚钱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低买高卖赚取差价，另外一种就是赚股息。长期投资的获利方式通常是买入并持有前景较好的股票，然后通过公司派发股息和分红来创造被动收入。而短线交易则是通过低买高卖赚取中间的差价。在操作上，短期交易和长期投资的区别在于，长期投资看重的是股票的估值和公司的前景，所以需要研究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基本数据，看它是否有长期增长的潜力。长期投资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自己建立被动收入来源，通过持股获得股息或分红来支撑你的生活。比如说，你计划通过投资股票5年之后依靠股息来生活。另一个方面就是希望所投资的股票价值能不断的增长，未来能给你带来巨额的利润。一个好的股票不仅能生产股息，也能不停的升值。长期投资做得好，它可以持续的为你带来被动收入，但长期投资就是短期内看不出太大的效果，所以做长期投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说白了，长期投资就是你希望你买的那只股票的公司越做越好，你很看好它的行业前景，你希望它继续成长，一直派股息给你，以股东的身份看待这家公司。长期投资就是累积财富。短线交易看重的是能否在短时间内赚到差价，不需要对板块或者是公司有太多的了解，也不用太在乎公司的基本面，但需要了解目前哪个投资产品是趋势，并且需要懂得技术分析，会研究消息面，能抓住市场的情绪，顺势而为。如果走势跟自己的判断不一样的话，就必须严格的执行止损。短线交易在于做好风险控制以及心理层面上的自我控制。设定好盈亏比的情况下是可以盈利的，但是短线也要懂得顺势而为，只要势还在，就可以一直持有股票，不要因为涨幅超过了你的预期，或者是持有的时间比预期长了就卖出股票。所以短线交易不仅要敢于止损，还要敢于让利润不断的增加。那么短线交易和长期投资哪个风险更大呢？不管是短线交易还是长期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充分认识风险是无法避免的。你所选择的投资风格与你所选择的投资工具，决定了你的潜在风险有多大。一般来说，短线交易的风险比长期投资来得大，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说，短线交易是可以通过止损或卖空之类的策略来降低风险的。长期投资也有可能因为一只不好的股票而造成损失惨重，所以只要提前做好风险控制，就算投资风险很大的那种产品，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如果什么都不懂，乱买乱卖，也没有风险控制的方法，那么就算买了风险很低的投资产品，也会有亏大钱的可能。那短线交易和长期投资哪个更赚钱呢？每个投资者的经验以及自身的投资能力以及风险偏好都有所不同。有的人做短线投资，每月就能赚10%的回报，那当他做长期投资的时候，每年才10%的回报。所以这样的人他就更倾向于去做短线投资。那有的人做长期投资，他每个月就能获得稳定的股息，
然后做短线就每次亏钱，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会更偏向于去做长期投资。所以说没有哪个更赚钱，只有哪个更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才是最好的。长期投资跟短期投资都能赚大钱，就要看你更适合哪种投资方式，以及你是否懂得投资技巧和个人心理控制的能力是否强大，来决定你是否能赚钱。不管是做长期投资还是短线交易，只要能赚钱的就是好的。想从股市赚大钱，就一定要抓住趋势机会，在趋势中才能赚大钱。那短线交易跟长期投资各自的优点又是什么呢？短线交易的优点在于资金利用率更高，获利空间更大一点。如果能准确的判断趋势，的确可以很快就赚很多的钱，累积财富的速度也会更快，赚的钱也会更多。很多人之所以做短线交易，就是想快速赚钱，然后希望在短时间内做到财富翻倍。长期投资的好处是，随着时间的累积，复利的效果就会越明显，可以省掉很多的交易费跟税费，对资金的磨损比较小，能带来长期的收益，并且承受市场风险更低，然后盈利较稳定。那短线交易跟长期投资，它们各自的缺点又是什么呢？短线交易的缺点就是需要承受高额的手续费，并且预判稍有差错就会导致亏损。短期交易比起长期投资的风险更高，特别是想在短时间赚很多的钱，但是资金又不大的人，可能就会使用到杠杆，这就造成了更大的风险。并且短线交易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看盘，不像长期投资，买入之后只要等待就好了。如果你所在的国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那么短线交易会增加很多的税收申报和缴税的成本，所以把长期投资作为你的主要投资模式是有必要的。长期投资的缺点就是，当股价处于下跌趋势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持有，会让我们的损失不断的扩大，不仅会让我们失去在牛市中获得的利润，也会让我们的资产大幅缩水。所以当大盘明显进入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获利了结，等股价回到正常的估值水平，甚至是被低估的时候再买回来长期持有。所以我们要学会分析下跌的趋势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只是短期的下跌趋势，我们就不需要卖出股票，因为跌幅有限，你卖出了股票，可能就无法再用同样的价格买回来了。只有遇到那种中长期的下跌趋势，我们才需要考虑到卖出股票。那么长期投资和短期交易分别使用什么投资产品更适合呢？不同的投资产品需要做不同的投资策略，有的适合做短期，有的适合做长期。所以当我们在选择做长期投资或者短线交易的时候，也应该使用适合的投资产品。短线交易对投资的产品没有限制，可以是股票、数字货币、外汇等，它只是纯粹的买了再卖。就算下个月马上会破产的公司，只要它的波动够大，就有短线交易的价值。长期投资是累积财富的过程，选择具有稀缺性、垄断性、成长性，并且能稳定派发股息的这种股票做长期投资比较适合。长期投资通常会购买较稳定的资产或工具，实在怕承担风险的话，就定期定额买 ETF 就好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ETF， 可以去看看我的这个视频，里面有介绍什么是 ETF 以及如何选择 ETF， 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短线交易和长期投资，它们分别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那短线交易一定要在买入前先想好止损的金额，一旦走势与预期不一样，就要严格的执行止损。然后做短线交易的话，每次最好使用固定的比例资金来操作，不要越买越大，不然你就会亏掉你之前赚的钱。还有就是短线交易中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频繁的交易不仅会使我们处于危险中，并且过程中的手续费还会让我们的本金减少。所以短线交易中懂得风险管理以及如何设置止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正确的设置止损以及如何风险管理，可以去看看我的这2部视频，看完后相信你会有所收获。长期投资需要注意的有3点，第一点就是投资的钱一定是不会影响你生活的钱，也就是你短期内不会用到的钱。第二点就是要选择存活率高的公司，能长期经营下去，不建议去买那种小盘股，最好选择行业龙头股、核心资产，因为这一类的股票业绩稳定，成长性高。长期投资如果选的股票不好，你长期持有很可能会亏钱。
最后长期投资反而会处于被套牢的结果。找到发展前景好的个股，这一点是长期投资成败的关键之一。第3点就是需要耐心的持有，保持良好的心态。那短线交易和长期投资分别适合哪些人群呢？做短线交易会更刺激，年轻人比起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以后还有更多的工作赚钱机会，所以可以稍微的冒点风险，以小博大，加快财富累积的速度是可以的。所以短线交易会更适合有大把时间的年轻人。对于有时间、懂技术、遵守纪律，并且对突发事件、突发题材有鉴别能力的人来说，也是适合做短线交易的。长期投资更适合中年人和老年人，以及想为自己提前打造被动收入的年轻人。还有就是平时很忙、空闲时间很少的人，也适合做长期投资。选择短线交易或者长期投资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如果你能承受的风险较高，想在短时间内赚大钱，那么你可以尝试做短线交易。如果你能承受的风险较低，只是想稳定的获得被动收入，你可以选择做长期投资。那视频看到这里，你肯定会很好奇，我是如何投资的？我是做长期投资呢，还是做短线交易呢？我的做法是两者都进行。我会把大部分的钱放在长期投资组合里，然后用一部分就算亏掉也不心痛的钱来做短线交易，然后再把短线交易赚的钱放入长期组合中。这样不断的操作，我认为能加快财富自由。当然，当我在做短线交易时，我会提前做好风险管理，确保投入在短线交易的本金不会亏没或者是受太大的亏损，这样才能确保我能长期的通过短线交易获利，并且让我的长期投资组合不断的壮大。所以我的投资策略是以长期投资为主，短线交易为辅助。不管是选择做短期交易还是做长期投资，确保自己在股市不亏钱才是长久之计。在股市中，机会无处不在。只要你有本金，你就有机会赚到钱。如果你把本金都亏没有了，那你哪来的钱去赚更多的钱？所以在你投资前，你就要规划好什么时候该获利了结，什么时候该止损卖出，这样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才能确保你能在股市中赚钱。在股市中，很多人都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当赚了钱拿不住股票，亏钱被套了的时候，反而拿得很稳。这就造成了很多情况下都是赚少亏多。有时候我也会设置跟踪止损来锁定我现有的利润。如果买进一只股票后开始亏钱，那么我就会考虑当股价下跌到自己的预期止损的价格时，卖出股票，全部止损出来，因为我不能让自己深陷其中被套牢。不管是长期投资还是短线交易，当你的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你会发现在股市赚钱是有方法的，高抛低收并没有那么的困难。下一期的内容是金融投资的工具有哪些？只有了解了如何使用不同的投资工具，你才能同时在牛市和熊市中赚钱。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就记得订阅，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下一期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就为它点赞，并把它分享出去。你有任何关于投资想知道的事情，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尽量的去为你解答。好了，先这样，我们下一期见，拜拜。